告诉你一个秘密，坐飞机开飞行模式唯一的作用是延长你手机电池的寿命。开什么玩笑？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不应该是为了飞行安全吗？我问了很多朋友啊，大家的一致答案都是开飞行模式是为了防止手机发射的无线电信号可能会干扰到飞机的导航或者是通信，进而引发事故。所以我说只跟延长电池寿命有关，不是在开玩笑吗？是也不是，下面请听我解释。整个事件的起源发生在美国，毕竟那里是最早坐上飞机的地方。1961年，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及 FAA 发现一些便携式 FM 的收音机可能会干扰飞机的导航系统，因为他们使用的是临近的无线电频段。出于谨慎考虑他们禁止了几乎所有的个人电子设备在飞机上的使用，但航空公司可以测试任何设备的干扰情况，并绕过 FAA 的禁令，允许自己的乘客将电子设备带上飞机，除了一个例外，那就是手机。因为 FAA 管不了手机手机的管理权归属于另外一家机构，那就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你说奇怪吗？一个管手机的机构干嘛干涉人家天上的事情呢？原因其实很简单这涉及到他们的利益。我们都知道，手机的通信是靠地面基站来完成的，在地面上，由于我们的周围充满了建筑物或者是其他高耸的物体，手机通常只能够同时连接到一个或者是两个基站，但是在空中它可能会同时连接到10个、20个甚至更多个基站。 FCC 于是就担心，如果飞机上的200部手机以每小时800公里的速度飞行时都在连接基站的话，他们可能就会迅速连接很多个基站，导致过载，然后让这些基站宕机了。因此他们干脆就在1991年全面禁止了飞行当中的手机使用。现在各个航空公司和航空管理机构只不过是在一直延续这一墨守成规的规定罢了。但 FCC 最初的担忧，或者说是他们构建出来的这个理论，真的就成立吗？很可惜这也是一个一拍脑袋就做出来的决定。要知道飞机是一个巨大的金属外壳，所以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法拉第笼，所以它是能够屏蔽掉几乎所有的电磁信号的。这就是为什么飞机的天线总是安装在外面的原因啦。我们的手机信号只能够通过窗户逃逸出去，这就意味着它们只会沿着水平方向向飞机的两侧传播，因此信号必须要传播很远很远才能够到达地面。再加上地面基站的天线又是向下倾斜的，因为那个地方才是他们主要收集信号的地方嘛，所以从空中连接是非常困难的，除非你飞得非常低。因此手机只会在起飞或者降落的时候才有可能会干扰地面网络。虽然这种干扰的确会影响飞机与塔台之间的通信，但据我们所知，从来没有任何一场航空事故是由手机的使用造成的。禁止使用手机的规定之所以还存在，大概只是大家一点险都不想冒而已。但是我说了这么多，你在下一次坐飞机的时候呢，还是一定要听从航空公司的管理该开飞行模式还是得开毕竟遵守规则也是安全的保障嘛。陀螺仪，手机里面的标配，不管是娱乐学习还是旅行，几乎都离不开它。那陀螺仪到底长什么样呢？当年乔帮主在把第一台陀螺仪放进 iPhone 4之后呢，做了一段精彩的演示。在其中的配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张大大的陀螺仪的照片。这个看上去很熟悉吧？也许很多人还玩过，甚至连玩过的场景都很类似。绿皮车上，有过相同经历的朋友可以打出弹幕来看一看于是从那一天起呢，我就纳闷了，这高速旋转的陀螺仪是怎么被缩小后放到手机里面去的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陀螺仪。事实上，手机里面的陀螺仪已经不是我们想象中长得就像是个陀螺的陀螺仪了。至于它长成什么样子，我们稍后会说到。现在先让我们来解决第一个问题：为什么陀螺仪可以用来测量物体的姿态？这是由陀螺的特性所带来的。我们都知道，当一枚陀螺旋转起来之后，它就不会倒了，而且转得越快，质量越大，这种不容易倒的趋势就越明显。所以基本上，它的旋转轴所指向的方向是不会轻易发生改变的。比如，当一枚陀螺垂直于地面旋转起来之后呢，它的旋转轴就会一直垂直于地面，不会变化。而当它跟地面成一定的夹角旋转起来之后，它的旋转轴相对于地面的夹角也是固定不变的，只不过只是它本身会在绕着支点做旋转运动而已。并且这个旋转运动的方向还是跟陀螺转子旋转的方向是一致的。
这个叫做劲动。正是这种不会轻易改变旋转轴方向的特性，使它成为了测量物体姿态的最佳工具。当我们把它装到一个万向的支架上后，不管支架的方向、俯仰和翻滚如何变化，高速旋转的陀螺在里面始终稳住不动。如果我们在 XYZ 方向上都分别画出刻度的话，那么就可以通过不变的陀螺在变化的框架上所指出的位置，确定出物体姿态变化的精确数值了。这个就是陀螺仪，它真的很好用，航海需要它，航空需要它，猎杀潜航的鱼雷需要它，9天揽月的火箭需要它，到了今天我们的智能手机也需要它。但问题就来了，你说前面几个硬是要把转着的陀螺塞进去呢，好像也能找出空间，但手机怎么个塞法呢？结论很简单，因为塞进手机的根本就是另外一个东西，虽然它也叫陀螺仪，但已经跟传统的陀螺仪没有太大关系了。它叫做微机电陀螺仪，靠的是测量一种叫做科里奥利力的物理量来测出物体偏转的运动的。下面我们就来详细的解释一下。第一个要知道的就是什么是科里奥利力了。他说的是在一个旋转的系统里面，当一个物体在进行直线运动时所受到的一种偏转力，其结果就是本来应该走直线的它变成走曲线了。有一个比较经典的实验是，在一个旋转的木板两端分别坐着2个实验人员，他们互相朝对方抛出小球。按理说小球应该很容易就被对方接住，但就是在快要接住的一瞬间呢，小球像是变戏法似的转了一个弯，偏离了原本的路线，让他们怎么都接不到。这个当然是一个小的旋转系统里面比较明显的例子。其实当我们把这个小系统放大来到地球的尺度，会发现地球本身也是这么个旋转的系统。这就解释了很多有趣的自然现象，比如北半球的风向右偏，南半球的风向左偏，北半球的热带气旋是逆时针，而南半球的则是顺时针。同样的一条河流，两岸的冲刷情况却并不一致等等。甚至很多人会说，南北半球的人在方便完后冲马桶时，那个漏下去的水的漩涡的方向都是不一样的。是这样吗？我倒是没有仔细的观察过，但理论上它确实是会受到科里奥利力的影响的。好了，那么我们该怎么把它应用在微机电陀螺仪上面呢？首先，我们用交替变化的电压施加在陀螺仪内的一个质量块上，让它来做水平的来回震荡。这就像是让坐在还没有旋转起来的木板上的2名实验员开始互相抛起球来一样。接着，陀螺仪发生了旋转，产生的科里奥利力就让原本只在水平方向上震荡的质量块发生了垂直方向上的位移，跟旋转起来了的实验员扔出了偏转的球一样的道理。而陀螺仪内部敏感的电容可以识别出质量块发生垂直位移后电容值的细微变化，通过对这个电容变化的测量和计算之后呢，就能得出陀螺仪的旋转量了。当然，这还是一个走向的。如果我们把3个放在一起设计，分别对应于上下、左右和翻滚的话，就能生产出360度无死角的陀螺仪了。这样的陀螺仪有多大呢？长宽高只有3×3×1，单位是毫米，把它塞进手机毫无压力。好了，最后我突然又想到一个问题，你说陀螺为什么一转起来就不会倒呢？想知道答案吗？我是火箭叔，关注我，咱们后面慢慢聊。很多人都知道机头是自带稳定的，有没有很羡慕呢？凭什么一个连机都具备的能力我们却没有呢？还非要靠什么稳定器？但今天呢，我就要带你扬眉吐气一把，让你知道我们人也是自带了稳定器的。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放松一把，大家先跟着我做一个小实验。眼睛盯着你正在看着的这段视频，然后手不要动，头动，可以上下左右的晃脑袋，越快越好啊！你会发现你依然还是能够把屏幕上的内容看得比较清楚的。好，现在换过来头不动，但是把手里面拿着的手机像刚才晃头那样上下左右的晃起来，最好保证晃的速度都跟刚才一致。结果呢，是不是根本就看不清屏幕上的内容啊？而且多半还有点头晕吧？这就奇怪了。按理说运动是个相对概念，手不动头动和头不动手动是等效的呀，为什么前面我们能看得清，后面我们就看不清了呢？原因是我们的眼球是装在一个3轴云台稳定器上面的，这跟我手上拿着的这个很类似啊。你看，任凭我手怎么晃，手机镜头是不是也能把你们盯得死死的呢？让眼睛实现这个功能的是连在它上面的6块肌肉，相当于是稳定器上面的这3段手臂。但是光有控制手臂还不够啊，必须还要有能够检测出运动的陀螺仪才行。稳定器上的陀螺仪通常叫做微机电陀螺仪，被封装在一个小小的芯片里面。想要打开来一探究竟吗？可以看看我的这一期内容。那眼睛里稳定器的陀螺仪在什么地方呢？它在
耳朵里。实际上，稳定器这个角色对于它来说呢，可能只是一个兼职而已。它最重要的作用是承担我们的平衡感。平常你可能意识不到，保持身体的平衡感是非常重要的。一旦平衡感发生问题，外界和自己的位置关系就会发生错乱，进而丧失安定感，引发头晕。这种情况叫做眩晕。如果你经历过，一定知道那不是个好受的滋味。我们是通过3个连在一起的半规管和位于它们中心的前庭器官来感受身体的运动的。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它们的示意图了。这3根很明显的半圆形的管子呢，就叫做半规管了。其实它们是个3维立体的结构，分别叫做前半规管、后半规管和外半规管。当我把一个陀螺仪放在它旁边，大家看出点什么端倪来没有？对了，这3个半规管呢，就相当于是陀螺仪里面的3个圆环，分别负责感觉头部的左右转动、前后转动和水平转动。在每一根半规管里面都充满着淋巴液，随着头部运动里面的淋巴液也随之而流动。当它们流过一种密布着感觉毛的有毛细胞后呢，便会引发这些感觉毛的倾斜。于是有毛细胞就把这样的物理倾斜翻译成神经电信号，传递给了大脑，我们也就能够获取清晰的运动感了。同样，前庭器官的工作方式跟它很类似，只不过负责的是头部整体的上下左右运动而已。好了，一个生物陀螺仪就此诞生了。当我们的头部歪向一边，陀螺仪准确地捕捉到了方位和角度的变化，它将这样的变化发送到大脑，然后大脑向牵着眼球的6块肌肉发出指令，向着与刚才那个相反的方向去运动啊。于是呢，这就有了我们一开始那个怎么晃头也能看清手机的实验结果了。由此可见2个结论：人其实比机器更像机器，眼睛和耳朵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一个器官。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海洋连接起各个大陆，但海底光缆才真的连接起了整个世界。从黑人抬棺到黑人的命也是命，从直播火箭发射到截图特朗普的推特，没有海底光缆都是办不到的。尽管 Elon Musk 正在雄心勃勃地把自己的宽带卫星打到天上，但如今的国际数据呢，仍然有99%都是通过绵延上百万公里的海底光缆传输的。如果说我们非要在现实中找到命悬一线里面的那根线的话，对很多没网就等于没命的人而言，海底光缆就是那根线了。只不过准确的说它可比线要复杂多了。我是火箭叔，今天我们就分几个方面来聊它。第一个是海底光缆究竟长什么样，第二个它是如何工作的，第三个是这些有可能比把珠峰颠倒过来还要深的光缆到底是怎么埋进海底的。我们一个个来。不知道你有没有亲眼见到过一根光纤，也就是包裹在光缆里面传输光信号的东西了？没有见过也没有关系啊，你可以扯下一根头发，然后把它想象成一根透明的细管子就可以了。管子怎么弯，里面的光线就会怎么弯。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有一种特殊的物理现象叫做全反射，请学霸在此打出弹幕，我就不展开来说了。总之光纤的好处就是继承了光线的好处，快。但坏处你刚刚在扯头发的时候大概已经感受到了。不是疼是太娇贵了，所以外面必须要包裹上厚厚的保护层。而当我们把光纤放到海底的时候，你觉得要怎样的保护才算靠谱呢？要我说得要启用装甲才行。是的，让我们来看看海底光缆是怎么被过度包装的。先看这样一张图片，左右2张都是海底光缆的照片，只不过右边的要比左边的更粗，说明它的保护也更加的严实。你先猜一猜哪个是放在深海里的，哪个是放在浅海里的？打个弹幕，一会儿证实。我们从最关键的中心开始，这里有好多根被涂上了不同颜色的光纤，你要是仔细数的话，一定会发现数出来的是个偶数，因为它们都是成对出现的，一个负责去，一个负责回，双向车道才不会堵车嘛。一根海底光缆里面可能包含了几对或者是几十对这样的光纤，取决于埋下这根光缆的公司与它的用途了。好，剩下的其他部分呢，基本上都是起保护作用的了。先是包着光纤的一根塑料管，里面涂满了凡士林，好让光纤不会在里面晃来晃去的。然后是一层缠绕塑料管的细钢丝，用来提高塑料管的强度。接着是一根铜管或者是铝管，而且它会通上电。咦，通电是起到像很多小区围墙上的电网一样，把企图搞破坏的家伙都给电跑了吗？ No， 它是为中继器供电的。每隔几十公里呢，这些光缆中间都会安装上这样的大型中继器。因为光线即便是在非常先进的光纤里面跑，也是会衰竭的。中继器可以及时的增强光信号，以便让它们顺利的跑过数千甚至是数万公里长的线缆。在铜管之外再加上一层塑料管，就变成我一开始给你看到的那根细一点的海底光缆了。
那它究竟是放在哪儿的呢？猜出来了吗？粗一点的那个呢，是在此基础上又在外面绕上1到2层的钢角线，最后再缠上尼龙绳，涂上沥青制成的，算是给防御开了一个 buff。防的是谁呢？一防鲨鱼，二防渔船。没想到吧，鲨鱼居然好这口，我上网碍它什么事啦？但有分析指出啊，这可能跟光缆通电以后所产生的电磁场有关系。其实不管怎么样啊，鲨鱼咬咬也是应该的，毕竟是我们先侵占了人家的地盘嘛。要是别人到我家里面拉根电线的话，我反手就给他剪断了。相比起来呢，鲨鱼算是客气的了。拖网渔船对海底光缆的威胁也不小，统计数据显示啊，由它造成的故障大约占了总故障的将近40%。所以想要高速上网，尽量少吃点海鲜吧。说到这儿呢，不知道你猜出我刚才出的那道题了吗？不管是鲨鱼还是渔船，它们的活动范围都在浅海，所以呢，自然是要把最皮糙肉厚的光缆留在这里啦。至于深海嘛，反而是没什么威胁了，除了把它埋下去要放更长的线而已。对了，这海底光缆到底是怎么埋到海底的呢？原来这是由一艘改装后的专用拖船与一个拖在拖船后方沉到海底的海狸配合完成的。首先，施工团队会仔细的勘察光缆将要经过的海底区域，找出一条能够避开珊瑚礁、沉船、残骸、崎岖山地等大型障碍物的最平坦的路线，然后就一边开船一边往下放光缆，跟在拖船后面的遥控海狸，随后再将这些光缆埋入自己刚刚离开的一个大约深10厘米的沟里面，海沙会在洋流的作用下把这个沟给盖起来，从而让光缆得到了进一步的保护。整个过程看似简单，却非常的耗时，需要仔细的测试与检查每一个步骤，才能换来联网后每秒几十甚至上百万亿比特的信息传递速度。这有多快呢？可以同时传输数千万部的 4K 高清视频，是普通家庭网速的1000多万倍，值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让你爱上科学。你们有没有刷到过一类搞笑的视频？小朋友特别嚣张的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听到门响呢，赶紧就把电视机关掉，把作业拿出来放在桌上。告诉你们啊，以后这一招可用不了啦！你们家的电视不仅能够识别你是在做作业还是在玩手机，还能够拍下视频来做证据呢。当然，这只是这项技术的一个小小的应用，它还能够给我们的家庭带来更大的帮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个视联网家庭的大模型吧。像人物智能方案，它可以跟您的设备联动，比如说一个小屏，然后小孩哭的时候就自动播放动画片。我知道。然后还有做作业识别、玩手机识别。这一块其实可以用在一些教育机构，比如说在晚自习的时候去看那些学生有没有。在教育机构是。玩手机识别的话，其实应用范围也很广泛，比如可以用在工厂里。或者那种加油站里也可以，因为我们视联网嘛，视联网就分4大常见，不仅有家庭，还有行业、社区、乡村都是可以。对，系统包裹识别，您门口有包裹。对。徘徊检测就是指，如果我家门口有一些，可疑人员，对，这也是。那像这种里面的 AI 管家，这里面的选项，就用户可以自定义嘛？比方说，我想要有一个很个性化的，可能只是我需要的，是我可以自己来定义呢，还是不行，就只能在这里面选？目前是针对家庭用户是只能在里面选。针对行业、社区、乡村的用户，我们可以定制的。定制化。明白。还有久坐提醒，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很有用。它会2个小时。坐得太久的话，会给您一个推送，告诉您不要坐太久。好吧，那可以大胆的想象啊，就未来我们整个物联网家里面的所有的东西都联网之后呢，它还可以跟你的椅子连接起来，这个时候椅子腾就把你弹起来了，否则的话，这个它只是推送我还是想坐，这没办法，就我们干脆用一个物理的手段，这个时候椅子就直接放平嘛，对吧？直接把你弹出来，你就可以走。谢谢。在刚刚过去的5月，搭载神舟16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16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景海鹏、朱杨柱、桂海潮3名航天员呢顺利进入太空。
这是神舟系列飞船的第16次任务，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第11次载人飞行任务，更是中国空间站运营阶段的首次飞行任务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的神舟16号成功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与神舟15号完成在轨轮换任务。2个乘组在空间站内进行了交接仪式，移交了空间站的钥匙。就这样，中国空间站正式开启了应用与发展阶段的新任务。那既然是新任务，它跟以前都有哪些不同呢？首先是神舟飞船的神舟16号是第2批次并行批产的6艘飞船的首船，它进行了2方面的重大升级：一是使用中国国产元器件代替进口元器件，更换核心元器件，提升飞船的自主可控能力；二是改进了返回舱内的传统的苏联式的仪表面板布局，引入科技与人性化的设计，让航天员操作起来会更加的直观、方便和快捷。其次呢是空间站上面的，在接下来的应用与发展阶段中国空间站将开展更多的空间科学研究与应用，还将与联合国外空司合作执行9个国际合作项目，为全球科技进步和人类福祉呢贡献中国力量。同时空间站上长期有人驻留也会成为常态，以更充分的时间和状态完成各种任务和活动，比如开展在轨健康防护和训练演练等等。所以作为世界上唯2的空间站呢，中国空间站必将在未来承担起更多探索科技前沿的任务。当然，它也是一个跳板让我们跳入更远的宇宙空间的跳板了，比如登月。作为一个航天大国，我们当然也有着自己的载人登月计划了。而且就在近期，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登月阶段的任务已经启动实施了，目标直指2030年之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开展月球科学考察以及相关的技术试验，突破掌握载人地月往返、月面短期驻留、人机联合探测等关键技术，完成登巡采研回多重任务，形成独立自主的载人月球探测能力，推动载人航天技术由近地走向深空的跨越式发展。是不是听起来就相当的激动啊？但是激动之余呢，我们不免也会产生疑虑了。太空探索那是烧钱没上限的一件事情这么烧钱它值吗？它究竟能烧出啥对咱老百姓有好处的东西呢？好东西可是相当多因为所有的科学技术呢都不是独立存在和发展的，它们会相互支持、相互哺育。不明觉厉的航天科技也同样会回到地面上，融入土地，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质的变化。你看，这些年来我们迅速发展起来的5G 通信、人工智能、生物科技和新能源等等等等，哪一个不是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息息相关呢？5G 通信技术的推出将数据传输的速度和网络容量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人工智能的应用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也带来了便利的智能服务。生物科技的突破在农业、医疗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改善了农作物的抗病性和产量，为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支撑，还为医疗技术的进步呢提供了新手段，为疾病的早期筛查和个体化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手段。还有新能源和新材料他们为未来创造了无数种的可能性而不知不觉间他们已经在世界的舞台上绽放出了夺目光彩。中国是全球最大的 5G 市场和最重要的 5G 推动者之一。我们在 5G 标准的制定、技术研发、网络建设、终端设备、应用创新等等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我们已经建成了全球最大的 5G 网络，覆盖了所有的地级市，拥有全球最多的 5G 基站和 5G 用户我们还在积极的探索 5G 在各个行业和领域的应用，如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远程医疗、自动驾驶等等等等。在人工智能方面，我们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和最活跃的创新中心之一了。我们拥有全球最多的 AI 企业、AI 专利和 AI 论文。我们在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等等领域都有突出的表现。我们还在不断的推进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比如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医疗机器人、教育机器人等等等等。我们的机器人产业规模也已经位居全球第一，机器人密度超过了全球平均水平为国家的制造业升级和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在生物科技方面呢，我们是全球最重要的创新源泉之一了。我们在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能源、生物环境等等领域都有重大的突破和贡献我们还在不断加强基因编辑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如 CRISPR-Cas9 系统、基因治疗、基因检测等等。其实从专业论文数量上就能够一窥究竟了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基因编辑论文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也是全球基因编辑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了。来到新能源，咱们就更是当仁不让了。
哎，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身边的风力电机是越来越多了呢？对的啊，因为目前咱们的风力电机的装机容量稳居世界第一，全球将近一半的海上风机呢都是由我们来运营的。不仅是风能啊，在太阳能、核能、氢能等等领域，我们都有显著的优势和影响力。比如，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国，2022年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8741万千瓦，累计装机3.93亿千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35%。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产品生产和出口国。2022年光伏组件产量达到了1.5亿千瓦，出口量达到了1.2亿千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70%。我们还在推动太阳能制沙、农业加光伏、可再生能源制氢等新模式、新业态的发展，为全球减排和绿色发展做出贡献。而核能呢？光2022年啊，咱们的核电新增装机就达到了4.8万千瓦，累计装机5.4万千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12%。与此同时啊，我们也是全球最大的核电技术输出国，已经与巴基斯坦、阿根廷、罗马尼亚等等多个国家呢签订了核电合作项目。我们还在积极推进先进核能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如高温气冷堆、快中子堆、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等等，甚至在可控核聚变方面也并没有落下脚步。哎呀，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牛啊？然而，这一切的背后并非轻而易举，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可谓是举步维艰啊！哎，我随便给你举几个例子啊。首先呢，科技发展是需要巨大的资金和技术支持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呢，本来就不是那么的富裕，还要掏钱来支持科技研发和创新，这得要多大的决心才行啊！此外，技术方面需求的缺口也很巨大，尤其是在一些前沿领域，如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生物技术等等，光补起来就很难了，还要实现由负转正的超越，这是一般人干的事儿。其次，更大的挑战来自于西方啊，西方国家的打压。他们采取了多种手段，试图限制中国的科技发展，以此来维持自己技术的领先地位了。比如对中国科技企业实施的一系列的制裁措施，其中最著名的案例就是对华为的制裁了。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限制美国公司向华为提供关键技术和零部件。这对华为的全球供应链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限制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业务扩展和技术创新啊。而在航空航天领域呢，美国更是长期对我国实施封锁，禁止我国参与到国际空间站的项目，禁止美国航天局与我国合作，禁止向我国出口航天相关的产品和技术。这还不够啊，他们还对中国的高科技产品进行技术封锁。美国政府限制出口一些关键技术和设备到中国，尤其是在半导体和芯片制造等等领域，这对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和高科技制造业造成了困扰，迫使中国加大自主创新的力度，提高自己的芯片制造能力嘛。除了美国，欧洲国家也对中国的科技发展采取了一些限制的措施啊，比如英国政府就决定禁止华为参与其 5G 网络的建设，这对华为在英国市场的业务就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其他欧洲国家也加强了对中国科技企业的监管和审查，提高了准入门槛和技术标准，限制了中国企业在欧洲的市场竞争力。你看看是不是各种花活一大堆啊？哎，但他们得逞了吗？没有嘛，原因很简单啊，咱们延续了数千年的东方智慧，其实你围追堵截就能够干得掉的。中国人自古就懂得啊，万事不求人，靠自己才是真靠谱啊。通过自主创新、加强国内研发与合作、推动自主产业链发展等等方式，我们克服了外部的阻力，依然取得了显著的科技进步。首先，为了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中国政府提供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从顶层开始激励创新，这促使中国企业放开手脚，培养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科研人才，推动了科技创新的发展。其次啊，政府大力支持科研机构和高校开展科技研究，并鼓励各方面加强合作，共享资源和知识。我们由此建立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机构和实验室，吸引了许多国内外科学家和研究人员的加入。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科技合作项目，与其他国家分享经验，开展联合研究，推动科技创新的全球合作。此外，我们也在推动自主产业链的发展，减少对外部技术和零部件的依赖，构建更完整的产业链，从而能够更好地应对外部打压，提高科技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当然，有了这些硬实力之后呢，配套的软实力也不能落下啊。
我们加强了知识产权保护和法律制度的建设，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并加强执法力度，保护企业和个人的创新成果。这不仅增强了国内外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信心，也为科技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更加稳定和可靠的环境吧。另外，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我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既然你打压我，那就别怪我反制你喽。我们当然也会对一些西方科技企业进行反制嘛，限制其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并加强了对国内科技企业的支持和扶持的政策，鼓励其在关键领域进行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啊，在面对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和限制出口时呢，中国通过自主研发和合作创新取得了重大突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者之一，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人工智能企业。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也为全球提供了更多的合作和交流的机会嘛。所以啊，机会真不是别人给的，而是我们自己争取的。我们正是用自己的不懈努力来为自己争取了一个科技创新的黄金时代。未来，在可控核聚变、清洁能源和深空探索等等领域，我们可以期待有着更多中国实力的加入。我们作为普通人呢，可以做的就是进一步关注我们的科技发展，也参与到科技创新中来。我们可以通过关注科技新闻，参与科技活动和支持科技教育，积极推动科技发展。同时，在未来的科技发展中呢，我们应当保持开放的思维，鼓励跨学科合作和国际交流。只有在全球范围内共同推动科技创新，才能够解决全球性的挑战和问题嘛。科技发展将为人类带来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积极地参与其中，共同创造人类文明的新篇章。今天，潘多拉星球上的哪些前沿科技，它已经照进了地球上的现实呢？好，《阿凡达2》里面唯一一个在潘多拉星球出生的人类是迈尔斯的儿子蜘蛛。地球人蜘蛛出生在潘多拉星球上的军事基地，由于人类撤离的时候呢，蜘蛛还是个小婴儿，无法进入到冬眠舱，因此才被留在了潘多拉星球上，成为了杰克的养子。我们在看《阿凡达1》的时候呢，应该是有印象的啊。潘多拉星球虽然美轮美奂，但是它的大气中呢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和硫化氢，人类是在那儿无法呼吸的。因此，蜘蛛每天就要靠一个呼吸面罩来生活了。这个面罩可以过滤掉有毒的气体，在无需携带氧气罐的情况下呢，提供氧气。有了这个面罩，蜘蛛甚至可以在海中畅游啊。其实这一装备早在2018年就被研发出来了。材料科学家君卡美，好像是这样念的吧，创造了一种名为Amphibial 的3D 打印服装。这个服装呢是可以帮助人类在水下进行呼吸的。它是由微孔疏水材料 3D 打印出来的，能够从周围的水中提取氧气，并阻止水的渗透，然后呢释放聚集在系统当中的二氧化碳，为人类就配置了一个人工的鱼鳃啊。虽然该装置还未成熟到可以完全替代传统的潜水设备，但是已经在人类实现水下自主呼吸的研究中迈出了一大步啊！在潘多拉星球上，很多生物都是能够发光的，像是生生不息的原始文明，用光亮连接着彼此。植物在一闪一闪的光亮中呢，都显得异常的灵动。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呢，也存在着发光的植物啦。科学家曾经在巴西发现了一种能够发出绿光的荧光蘑菇。在英国自然生物技术发表的研究成果中显示，科学家们通过基因技术已经创造出可以持续发出可见光的植物了。研究人员表示这种发光植物不仅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甚至呢是可以借助它的光源来进行阅读的。这不妥妥的就是绿色能源吗？好，说到能源，说到资源阿凡达中的人类就是为了获得潘多拉星球珍贵的资源，大开杀戒的嘛。影片中潘多拉是有着奇特的磁场的，富含地球上罕见的常温超导体。在潘多拉星的磁场作用下呢，一座座壮观的巨石就悬浮在了空中，这就是超导技术的表现之一嘛。如果在地球上能够实现常温超导技术，那么我们身边的一切都是能够悬浮起来的甚至整座城市都是可以悬浮在空中的。磁悬浮列车就是运用了这一原理，只不过呢，这种磁悬浮力来自于电磁力而非超导体。那为什么超导技术很难在生活中应用呢？原来超导材料的使用条件过于苛刻嘛，它们的使用温度呢要低至零下233摄氏度，这对于温度适宜的地球来说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是有一个地方却可以充分发挥超导的优势了，那就是温度极低的冥王星。因此，常温超导体呢还未在地球上被发现。
1979年啊，澳大利亚西南部的纳拉伯平原发现了2颗陨石。这块被称为西澳大利亚博物馆镇馆之宝的陨石当中呢，研究人员就发现了常温超导体的物质。也许在未来，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真的就会享受到超导技术带来的便利了。虽然超导材料还没有被广泛应用，但是《阿凡达》里面的另外一种通信设备呢，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被广泛应用了。战场上，纳威人通过一种挂在喉部的通讯器进行远程联系。实际上，这种喉部麦克风的发明可以追溯到1930年啊，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就使用到了它们。由于喉部麦克风安装在喉部，通过声带振动就可以传播声音，因此可以完全避免环境噪音。这一优势呢，就使得世界上许多军事在极端条件下依然是能够使用喉音器来进行通信的。类似的原理还有一种电子喉发声器，帮助了很多声带被切除的患者。使用者只需要将电子喉音发声器的末端放置在颈部的最佳发声点，就能够重获语言交流的能力了。这就大大的提升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吧。你看，一部电影让我们看到了诸多科技之光。或许有些技术的实现离我们还很遥远，但是在高速发展的科技之下呢，谁又能否认它们的存在啊？那么一部成功的科幻片啊，是要建立在现实科技的基础上，然后再进行大胆的创新，既来源于生活，又要高于生活嘛。阿凡达已经带我们领略了原始丛林和海洋世界的震撼，那阿凡达3又会带我们走进潘多拉星球上哪一个神秘的角落呢？我已经开始期待了啊。难怪这台发动机早早就夭折了。咱不谈真机上它的噪音有多大因为那确实没有听过啊。但就从这台缩小了40倍的模型上，你就能听出它咆哮一般的噪音了。放大40倍，再加上比这要快得多的转速，这噪音谁能受得了啊？所以哪怕它的效率再高，哪怕它再省油，但是装着它的飞机没人愿意坐，航空公司又怎么会去当冤大头呢？取消那是自然的了。不过我确实是蛮喜欢这款发动机的，造型独特不说，还有一种别样的粗犷，由内而外迸发出来。所以在看到这款装着它的飞机模型之后，就毫不犹豫的买了下来。这2个螺旋桨是真的可以转的啊，有点小惊喜。但是摆弄几次之后就觉得不够过瘾了，还是太小，转的还是不够丝滑。那要不我干脆自己设计，然后 3D 打印一个大一点的出来玩玩？这个才诞生了它嘛。当然这个版本还不是最终版啊，里面还有一些细节是我需要再进一步去调整的，比方说零件之间的匹配度，尤其是2个螺旋桨同装在它们里面的轴承，还有套入轴承中间的那些连接杆的尺寸的匹配问题还是需要再去微调的。目前我已经做了几个版本了，但都不是太满意，要么是过紧，要么是过松，离完美还是差那么一点点啊。这个过程真的是痛并快乐着。作为一个创客，还是很享受的。下面我就来简单的给你介绍一下它的打印过程，希望有些经验能够帮助到你。首先，第一个你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一定要准备好一台精度足够高的 3D 打印机。不要听到这点就被劝退了。我告诉你啊，精度高的机器并不意味着一定贵哦。比方说拓足，你看我的这台拓足 X1C， 就是当年差不多最早那批在京东上买回来的，订单截图还在这儿呢。2022年10月12号，已经快用了2年了，中间没有出现过任何的毛病。我记得好像中间只换过一次喷头嘛，当然喷头本身就算是消耗品啊，使用一段时间之后更换也是很正常的。对了，X1C 呢是拓足的旗舰机型，所以价格不算便宜。那你完全可以买更有性价比的 P1 系列或者是入门的 A1 系列嘛。你看我这不又从京东上买了一台拓足的 A1 回来吗？即便是入门的拓足 A1， 在打印精度上面的表现依然相当出色啊。比方说我的这台桨扇发动机的螺旋桨零件需要在中间套入一个外径为15毫米的轴承，所以我在建模的时候呢，就给它让了一点点出来，把这里的直径设置在了 15.15 毫米。实际打印出来之后，尺寸落在了 15.1， 不到一点点，所以精度误差小于 0.1 毫米，是一个很优秀的范围了。基本上打印很多精细的零件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拓足的机器还有一个很让人称道的优点啊，那就是对新手的友好程度相当之高啊。即便你是一个 3D 打印小白，也能够在抱回机器的当天，装好机器的当下，马上就将模型打印出来，成就感满满啊！而且你也看到了 ，A1 的安装非常简单，基本上就2个大零件，简单一拼，几颗螺丝一拧就搞定了。然后开机配网，接入你自己的账号就准备妥当了。切片用拓足的 Bamboo Studio， 界面清晰 ，UI 简洁美观，也非常的智能。我在大部分的时候都是用它默认的设置就好了，翻车概率极低啊！切片完了之后，一键发送到打印机就能够开始打印了。只要保证打印
机和电脑是在同一个局域网当中就行了。所有的调频、起出量、补偿这些原来我们在使用 3D 打印机时需要去做的繁琐的操作 ，AE 都是自动完成的，而且还完成的非常好。以前啊，我最关注也是最担心的就是第一层的打印质量了。现在用拓组打印出来的第一层堪称完美，基础好，上层建筑才能好嘛。拓组很少翻车，第一层的高质量打印功不可没啊。当然，有的时候咱们还是得根据自己的模型来调整一下切片的参数的。比方说，我这次在打印螺旋桨时就调整了支撑的默认设置，这里有个阈值角度的设置，默认是20度。如果就需要让它全程都加上支撑，于是我就得把阈值角度调高，比方说70度或者是60度。你看这样就好了。这里再多说一句啊，这个弯刀状扭曲的螺旋桨叶片是真的不好打啊，尤其是尖端部分，非常考验 3D 打印机的稳定性和精确度。即便是拓组，我也是试了好几回才成功的，其他打印机我还真是没有啥信